大家好，我是扫地僧。最近有个兄弟问我，他说：“扫地僧，我刚开始接触投资理财，你有什么股票建议我去买吗？”我就奇怪了，为什么每个投资的新手都要投资股票呢？我告诉他，我永远也不会推荐人买什么股票的，因为我买能赚钱，你买就不一定赚钱。股票这东西之所以称为艺术，之所以这么多年那些人工智能都不能完全的自动操作，就是因为它的关键不在于什么时候买入，而是在持仓多久这个问题上。所以其实股票市场大部分的股票都可以获利，甚至于连那些每年都亏钱的股票，他们的股票如果我们懂得逆向思维的去操作，也可以赚大钱啊。我说完了以后，我就发现他有点懵，好像我在忽悠他似的，于是我就告诉他，你去买基金吧。他脸上就跟懵了，我说的是基金啊，不是我们炒菜的基金啊。他才恍然大悟，那什么是基金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普通人把钱聚集在一起，不管我们拿多少钱出来都可以，然后就交到专业的公司帮我们投资。大家理解这个概念啊，把钱汇总到专业的公司，由专业的人去管理。我们很多人不是觉得自己不专业吗？对不对？觉得自己有正业，平常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嘛，所以就会觉得自己很业余，对不对？那就交由专业的人帮你去管理啊，你给钱就可以了。这些专业的人会帮你去买资产，去买债券，买货币，买股票，买房产等等的。简单来说，你只需要选对基金管理的人，选对基金就 OK 了。这时候有的兄弟就会问，之前巴菲特不是有个打赌吗？不是说这华尔街的基金都跑不赢大盘的指数吗？那是不是直接买指数基金就可以了？这其实是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地区的问题。这个我会在这部影片的后面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我会直接告诉大家，投资的新手或者说是懒人吧，就是那些想要致富但是不想动太多脑子的人，该选择哪一类的基金呢？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经验总结啊，我已经帮大家筛走一些没用的资讯了，你们跟着我说的去选，比较笨的应该也能赚钱吧。但开始之前我还是强调一下，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干货吧。首先我们要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买基金而不是股票呢？这基金是什么东西啊？比如说你想要买一间房子然后租出去嘛，但这需要100万美金啊，然后你只有10万美金，你本来买不起嘛，对不对？但是你买基金就 OK 了，因为就10个人，每人抽10万美金去买这个房子，然后出租收回来的钱每人分1/10嘛。这听起来很不错，对不对？就是我之前说的杠杆嘛，金融的赚钱手段嘛。但各位听好了，这基金不是10份的，是分11份的，因为你们抽起来的100万还需要人帮你们管理嘛，它是要抽成的。一般的基金是获利以后28分成的，就是收益以后20%的收益给基金公司，80%的收益给出资人。就是比如说啊，这基金赚了10万美金，然后一开始就被抽到2万了，然后剩下的8万美金你们10个人去分，简单来说，你们每个人可以收到8000块美金，能听懂吗？不管是公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还是什么各种各样的基金，基本上都是要遵循28的原则，这是一个行业的基本情况。当然也有19分成的，也有37分成的，甚至55分成的。比如说保本基金，那基金的管理人他可以拿多一些嘛，因为保本基金人家都已经给你保障本金了，让你能立于不败之地了，他都给你倾斜的条款了嘛，对不对？本金我给你承担的风险，那收益就要我多你少的，明白了吗？所以保本基金有可能是6-4，就是人家拿了6，你拿了4，盈利以后人家拿的多，你拿的少，因为人家保证了本金了，听懂了吗？好了，那亏损以后怎么办呢？假设我是基金的管理人，大家给了我10个亿，结果我给大家投资3年以后亏了8个亿，亏了80%了怎么办？亏了就亏了嘛，亏了以后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买卖总有赚有赔啊，而且我们的协议写的就是亏了就亏了，赚了就分，但是亏了就亏了，我不给你承担，听懂了吗？而且我每年另外还要收2%的管理费。各位听好了，
就是不管亏了赚了，你不是找我来帮你投资吗？那你就得加我2%的管理费。举个例子吧，各位，如果你们想找我投资，没问题，门槛是100万啊。我们1000个人，总共抽了10个亿给我，然后赚钱以后28分成，你拿8，我拿2。亏了以后，对不起，跟我没关系啊。你们每年还是要给我2%的手续费，听懂了吗？我管1年是2000万，管2年就是4000万，管3年就是6000万，听懂了吗？简单来说就是亏了以后就投资人出，然后你还得交管理费。其实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买基金是买什么的。你去买基金，其实你的钱都给了基金交易的管理费了，因为基金公司不论它亏还是赚，它的管理费就非常的赚钱。你们知道大的基金公司1年管多少钱吗？我拿中国大陆为例子，因为基金我都研究中国的，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那中国大的基金公司基本上都管8000亿人民币以上，中等的都3000亿人民币了。大家告诉我，8000亿人民币每年的管理费多少钱啊？就是2%有多少钱啊？60亿人民币啊，稳赚的啊。那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吗？那这个公司没有成本吗？要不我们就不投基金了，我们直接开一家基金公司吧。你想得太美了吧？你知道一个公募基金的牌照要多少钱吗？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想要买一个公募基金的牌照，至少也得10几个亿，所以谁有10几个亿就来找我吧，我们合作开一个公募基金，我们什么也别干，我们就每天去找钱就行了，老百姓把钱收在我这，我们算2%，每年就有10几个亿的净利润，听懂了吗？然后我们就招几个基金经理，分几千万给他们管理一个基金就 OK 啦。这我开玩笑的，只是想让你们知道大部分人是怎么被割韭菜的。这个基金的商业模式就是这么赚大家的钱的，大家将来有钱了也可以这么操作，稳赚的。好了，那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基金的种类啊。我们先从大的分类说起，基金就有公募基金还有私募基金之分，其实也不复杂，大家可能没有听过名字罢了。公募就是公开募资的，它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打广告，比如银行渠道等等，就是面向公众的，所有人都可以买，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所以我给你们介绍一个商业的秘密啊，我问你，你们去证券开户或者银行的时候，然后你在排队，这个时候是不是经常会遇到给你推荐基金产品的人呢？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愿意做这种活啊？当然是有利可图啊。上面不就告诉过大家去买基金不是每年要付他们2%的管理费吗？其实大家也不要去憎恨这些基金公司啊，他们很难的，他们一开始收到大部分的管理费都要花出去的，要花在宣传上嘛。你说我开了个基金是个好东西，但如果不宣传也没有人知道啊，所以这个基金的管理费就要分出去，谁给我卖出去我就给谁，这最高能给到1.8%啊，懂了吗？举个例子，比如说银行帮我募资了100万，然后我不是有2%的管理费嘛，就是2万，然后里面的1.8万就归银行啊，剩下的才到我们基金公司的口袋里啊，懂了吗？有的银行比较黑的，第2年还要分走一半，不过这第3年基本上就不分了，也就是基金公司第3年才开始能赚钱啊。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买基金公司的基金啊？人家也得做点广告嘛，做点宣传嘛。大家是不是经常可以在机场看到那些基金公司的广告呢？对不对？那这都是基金公司打的广告费啊。这个广告费是哪里来的？就是你交的手续费啊。但这个钱你一定要交的，因为一个基金多人买，那个基金经理才能有钱做出好的决策嘛。但要有人买就要打广告啊，所以这就是公募基金，大家都能买的。那什么是私募基金呢？大家如果了解《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 Robert Kiyosaki 的话，都知道他以前当过军人嘛，然后他退役以后才发现，对比他的朋友，就是他富爸爸的孩子，他其实就是个穷人。于是他就问富爸爸，怎么可以像他们一样去投资啊？然后富爸爸就说，我们投的你投不了的，因为我们投的东西是有门槛的，你钱不够。那私募基金这东西就是其中一种有门槛的投资产品，就是你有钱才能投。这私募基金也不是到处去宣传的，通常都是有钱人内部宣传的。就比如说今天盖茨兄生日，
然后举行了一个 party， 这个 party 其实就是一个内部的宣传平台，然后这个老八就到处发卡片，说自己开了一个私募基金，然后就有几十个有钱人给他投钱了。别小看这个基金只有几十个人这么少啊，这个世界是 3% 的人掌控了 90% 以上的财富啊，这私募基金可能就在这个晚上凑到了1-2千亿的美金啊，大家听懂了吗？当然，其实这些私募基金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的门槛，我自己也有见识过一些门槛没有那么高的，主要是你要认识人啊，有钱也未必能投，他们会挑选人的，所以很多比较高级的人群都去投资私募基金，就是起码是中产以上吧。别觉得跟你无关啊，大家既然来到我的频道，就要朝着这个门槛进发啊。我告诉你，这私募基金的管理费是可以协商的，他们的条款是非常好的，基本上大家能达到这个门槛，就会发现原来赚钱真的可以不动脑子。我给大家讲这些东西啊，都不是自己单看书能看来的，我跟高人都有学习过啊，亲眼看见他们操盘过啊。私募很有意思的，举个例子，假设是1个亿的私募，比如说我是管理机构，我是基金经理，然后有1000个人对我的投资很有信心，我就成立一个基金吧，我先放2000万，然后你们1000个人每人出80万，你们凑够了8000万，最后我们凑了1个亿，如果亏了，先亏我的，我们是利益的共同体啊。如果亏了20%，先亏我的，亏完我的以后就清盘。就假设我操盘亏了20%，那就清仓，全卖完了。投私募基金就是可以这么稳的，这些比较高级的基金管理人才就是这么自信。那是不是这样做就没有风险呢？也不是，也同样有风险。但这私募基金我就不在这里对外说了，我以后考虑在我的财富自由品书会告诉大家吧。就是这些比较接近富人的真相，我会另外在品书会额外的录制一些课程告诉大家。就比如说我最近也录制了一个课程，是专门讲怎么瞬间把收入提上来的。我问大家，做人还有赚钱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你看这些伟人，他们每天都在干嘛？就是在销售自己啊。你去追一个女生，你在干嘛？其实也是在销售自己啊。然后无论你是做生意、做销售，还是像这个搞基金的，你都要把你的产品推出去嘛。那要怎么把你的产品，把你自己卖出去呢？还有，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现实的主义者，所以我希望可以在品书会的这个课程告诉大家一些比较残酷的现实，可能会打击到大家的价值观，但大家相信我，如果你年薪连100万美金都没有的话，你听懂了以后，你有可能瞬间赚到了你第一个100万美金啊。因为我不只告诉你怎么做，我还会带着大家一起创业。我们有一个零成本的创业项目，有多好我就不多说了。品书会暂时有2个兄弟副业去做，就赚到了他们3-4个月的薪水。这些人才，我不但会私人鼓励他们一些苹果产品，就是 iPhone 啊、MacBook 啊等等，我之后还会考虑让他们加入我的团队，带着他们跟着我创业，成为我的左右手。当然，这些额外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感兴趣的。如果你想提升自己，然后一看书就犯困，也抓不准书里面的一些重点，我们就会以听书的方式，每周2天为你解读100本与赚钱有关的书籍，大家可以无限的重播。这些书是我亲自看过的，都是让我富起来的书籍，然后大家就可以在我们 Facebook 富人群里面互相的交流，分享赚钱的资讯，互相的提供资源，提供价值。大家也可以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找到跟你同频的灵魂伴侣等等。然后我们可能会在不久有一次大幅度的涨价，借此塞走一些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通过那个限时的优惠加入吧，希望不会错过遇见你的机会了。好了，那傻医生，你还说买什么基金啊？你想让我被割韭菜吗？我刚才说的是大部分人买基金会被割韭菜，大家看完这部影片就不是大部分人了，还怕被割韭菜吗？其实这个基金啊，如果大家亏买，这个亏钱的风险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因为他买了很多标的物嘛，就是比如说股票基金，他会买很多股票嘛，就有一种分散风险的效果。就是如果你有100-200块美金，你本来只买得起一股苹果公司的股票嘛，然后这个苹果公司崩盘了，你这1-2块钱就直接亏掉了。但如果是买基金呢，这个基金盘里面可能有几十只股票，
然后这苹果公司的股价下跌了，其他的公司的股价都上涨了，那你还是赚钱的。所以我才说适合新手去投资，基本上就是看你的眼光。我等一下会告诉大家选什么类型的基金啊。我先告诉大家投基金的方法，这个方法既简单又稳，我自己也在用。大道至简，我们不弄太多花里胡哨的东西了，我们直接用定投的方法去买基金吧，也就是平均成本法。其实定投是一个很科学的方法，对于普通中产，特别是小中产，就是还有房贷的，或者说刚还完房贷的，没有什么大资金的，没有本金的人来说，定投是挺好的方法。就算是对于这个有资一族来说，甚至对于你的养老和孩子教育来说，定投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定投最大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每个月都投一笔固定的钱进去基金里面，比如说$10,000好了，然后这个基金的价格涨了，你这笔固定的钱买到的份额自然就少了，对不对？但这个基金如果是跌的话，你就能买到比较多的份额了，这样下来你就能以平均的价买到基金，就是你高点也买了，低点也买了，它可以把你拉平，就是说通过你买的高点和低点，最后你的成本就比较低。时间长了以后，它会把风险分摊，它涨了100块你买了，它跌了50块你也买了，所以平均下来你的成本就比较低啊。然后你就可以在涨得够多的时候，赚得够多的时候，就是大牛市的时候，把你的基金卖了。因为大家要先知道一个事实啊，就是从古到今，我们的股票市场都是上涨的，因为科技的发展嘛。你回想一下10几年前的生活和现在生活一样吗？10几年前连智能手机都没有啊。这科技和经济肯定会不断的进步的，因为人类就是不断的进步才会有现在的文明嘛。所以就算是什么08年的金融危机啊，股票市场大崩盘啊，经济也在之后的几年很快的就修复了，而且不但是修复了，还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啊，很多的电影都有一种情节，就是比如说男主角昏迷了10几年，但他昏迷之前买了很多股票，当他醒来以后就变成了亿万富翁了。总有这些情节，不是买房就是买股票，这个就是经济的定律。除非出现什么天灾啊、战争啊，把人类的文明都毁了，长期来说肯定会涨的。但这些不可控嘛，发生这些事，你我都可能拜拜了，还管得那么多吗？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去开一个定投的账户啊，开一个定投账户这件事是挺有必要的。大家去附近的银行就可以做这件事了，手续也非常的简单，你不用管。每个月自动就在你的银行扣钱，它特别适合没有多少钱，然后也没空管的人。你可能一个月投个100-200块美金也是 OK 的，这个钱你自己定，反正就是固定的去投一笔钱进去，然后你就当每个月存点钱，但可以不用存在银行，直接把它定投就完了。这基金跟股票不同啊，你们亏损了也不要着急，保持镇定啊。基金短期亏损那是很正常的，时间久了就自然赚钱了。当然前提就是你必须要先听懂我后面讲的如何选基金的种类。这里大家要注意啊，这定投是长期的，你不可能说像我们趋势投资一样很快就能赚到钱嘛。为什么我们能快速的赚到钱？因为我们是用脑力换时间的，然后换金钱嘛。那你想要懒一点，你们就要用时间去换金钱啊，所以你定投的钱肯定也是闲钱。我自己也放了一部分的现金去当定投，不过我没有开定投的户口，因为我都是直接在股票市场买一定数量的，可能是每个月1万股这样的。对的，这定投的方法也适用于很多的范畴，债券、基金、股票其实都可以。但如果是新手或者想要把心力全部放在主业上的人，还是建议大家先从基金入手。那我们怎么选基金呢？主要是看它的分类，主要是看这个基金买的是什么东西。我帮大家缩减一下范围啊，先说一下什么不建议买啊。有一个叫做货币型基金的，你再有钱或者再没钱，你也不可能买这种货币型的基金啊，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没什么回报嘛。大家知道有这个东西就行了。然后那个混合型基金也不建议大家去买了，因为顾名思义，混合型基金就是那个基金经理他什么都可以买，他可以买股票也可以买债券。那你可能就会问，这不是很好吗？可以分配风险啊。对的，监管机构发明这个东西也是这么想的，
但由于钱不是自己的嘛，你猜那些基金经理会多买股票呢，还是多买债券呢？当然是股票啊，而且是风险极高的创业板啊，因为这些东西可能会涨几十倍嘛，赚的话他们跟你分成嘛。他们未必会管你什么风险不风险的，因为他们可以说这混合型的基金已经是风险很低啦，有债券的对冲嘛。大家知道2015年的股灾吧？你们去看一下那些公募的基金，管几万亿的基金就在疯狂的炒作创业板，什么价值投资什么鬼的都不管了，就疯狂炒作拉高，然后互相倒。你知道当时到什么地步吗？就互相倒啊。当时有一个机制，他们管理多只基金嘛，就是他的 A 基金炒作这家公司， B 基金接盘， C 基金就继续费死劲的往下拖，就乱成一锅粥了。然后其实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华尔街有很多的基金经理就是研究生，刚毕业3年就当上了基金经理了。他懂得什么啊？他连商业模式都不懂，更不懂什么团队、人性、营销等等。他管那么多钱，结果疯狂的炒作。巴菲特也告诉我们，其实很多基金经理比散户还散户啊。扫地僧，你说着说着我都不敢买基金了。其实有2样基金还是可以买的，就是最简单的债券型和股票型基金。如果大家搞不清楚什么是债券和股票，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保证你能听懂。那我先说债券型基金吧。这个债券型基金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些基金是投资什么债？就投资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的金融债，也包括了企业债，主要是这些，风险就比较少。比如说国债，如果那个国家不破产，你的钱是稳收的。那企业债也是这个道理。这里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可转债的基金大家不要碰啊，因为这个债务可以转成股份的。就是本来我欠你100万的债，然后现在不还你钱了，我给你我公司的股票吧，不过我公司快倒闭了。大家听懂了吗？这定期开放债券、混合债基金、短期债券，我建议大家都不要碰，因为他们这些风险就比较高了。我不一一的解释了，我们就买一种债券基金，叫做长期存债基金。顾名思义，这个基金它只能买长期的债券，它不能买股票，所以长期存债基金的风险就相对比较低了。债券型基金小风险，那回报肯定也不会很高啊。那如果你买了2到3年以上的话，几乎是没有亏损的。甚至你看，今年年初的时候，正好是债券牛市啊，这种债券的年收益好多都在10%以上啊，而且手续费还比较低，大部分也就0点几左右，而且很多每年都有分红的。通常在股票市场熊市的时候，你去买就 OK 了。那怎么判断股票市场的牛熊市呢？大家可以看我右上角的影片。懒归懒，这些比较基本又简单的观念，大家多多少少也要学的。好了，那大家也知道了，我们还可以投资股票基金嘛？顾名思义，就是基金经理带你去买股票，就不是你自己买了，是他买。如果你认为他比你专业，你就让他帮你去选股票。所以这里更多的是投资人。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内幕消息是我们不知道的，大家可以到各大的证券商或者银行去看一下那些股票基金每一年的表现数据嘛，去选那些每年都赚钱的股票熊市都赚钱的基金去投资，然后看看他们是投资什么类型的股票啊。这里我多说一点啊，股票基金有几种可以投的，最简单的是指数基金，就是所谓的 ETF， 是投资这个大盘指数的，就是如果整个股票市场是涨的话，你的基金就会涨，那相反就跌啦。那这 ETF 长期来说，如果用我上面所说的定投方法去投资是稳赚的。如果大家投资美国的股票基金，我建议全部新手都去定投 ETF 吧，因为巴菲特也证明了，在美国基本来说，大部分的股票基金是跑不赢大盘的，而且它的手续费也便宜，因为不需要怎么管理嘛，就跟着大盘去选股嘛。这个 ETF 每年稳定的回报率比债券的高蛮多的，但这是说美国啊，已发展的国家。如果是在那些发展中的国家，比如说中国这种出口大国，每年出口都收了大量的钱回来，这么多钱怎么花？就投资啊。
就投资到股票市场啊。所以大家可以发现，中国的股票基金很多都涨得很不错。因为无可否认的是，比如说这腾讯、阿里巴巴、小米，这些都是很不错的企业。就是这种股票有企业的价值嘛，它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嘛，这种股票就涨得很夸张。我夸张一点说啊，就算像华尔街那些刚读几年研究生，然后当了基金经理的人，他们闭着眼随便去选几只龙头股，你还是会赚到很多钱啊。你们自己去看了，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股票基金都会投资这些龙头股。所以整体来说，如果大家是投资中国的股票基金，去选择排名表现比较好的头几只，然后用定投的方式去买，10年左右吧，你会提升一个阶级，就是穷人会变中产，中产会变富人，富人会变富豪，这是我观察到的。我推荐大家自己去留意一下啊。那如果大家还是信不过别人给你操作，其实大家还是可以选择行业指数型的基金，这个基金经理的能力要求就不是特别高了。我举个例子啊，环保行业指数基金跟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就关系不大了，主要还是跟整个环保行业有关。行业涨得好，它就涨得好。环保行业我也推荐大家留意，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碳排放量。我在之前的影片也解释过为什么这东西这么重要。你看整个世界的趋势都是在搞环保，什么太阳能啊、电动车啊什么的。我自己就觉得世界污染只会越来越严重，然后人类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关注这个环保行业。这其实不需要什么严密的推论的，是肯定的事实，一定会发生的，因为已经发生了。你们自己去品一下我说的话吧，天机就不泄露太多了。或者大家想知道更多，我将来看一下在品书会说一下吧。但我想说的是，这个行业指数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尽量忽略到基金经理的能力，只要大方向你看对了，你就能赚到钱了，省得他给你那样操作。简单来说，就是完全看你的眼光。好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应该买股票型的还是债券型的基金呢？比较投机的，熊市买债券，牛市买股票，定投去买，然后还可以这样，穷人买股票，中产阶级以上的去买债券。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大家知道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吗？穷人的最大希望就是成为富人，富人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要变回穷人。那如果你都不创业的话，你只能投股市啊，因为别的东西都不可能让你发财。所以对于中产来说，不创业必投资，你连股市都不投，你就永远都发不了财。而富人身家好几亿，如果他还去借钱买股票，只有一个原因，他疯了。富人肯定是保值为首，投资获利为副，除非这个土豪像巴菲特一样，他属于投资高手。巴菲特是个特例，人家就是专业投资家。但就算是巴菲特这种土豪，他资产一定是分配的，比如说房产证50%，然后一部分买债券基金，一部分买股票基金，他是分配开的，他绝对不是说全投在高风险里头。而大部分人像我以前一样，白手起家的兄弟姐妹们肯定是要拿一些钱来冒更大的一些风险啊。那万一成了土豪呢，对吧？那没有钱怎么投啊？很多人问我没钱怎么投资，这些人是考我智商吗？你们知道吗？我身体里面有一个自动回复的机制啊。如果人家说没钱，我就会说借啊。当然我不建议各位新手去借钱投资股票的基金啊。然后如果人家说怎么投资，我一般都会说先投资自己的脑袋吧，因为问怎么投资的人脑袋都有点问题。我刚才也提了，你不创业的话，你只能投资才能致富，所以你还是可以选择创业嘛。那怎么创业？你看我在干嘛？我本人也在干自媒体啊。你去拍片嘛，你打个游戏就把录影打开嘛，然后放上 YouTube 嘛，这个是风口行业，猪在风口也会飞啊。但说来简单，我们还是要投资自己的脑袋。就好像我当初要当 YouTuber， 然后我就花了点小钱去参加了小船的 YouTube 课程，3个月左右吧，就达到了超过1万多的订阅，开启了广告盈利模式，把这点学费都赚回来了。其实我觉得 YouTube 创业还是蛮不错的，大部分人做项目头1年一般就算不亏钱，但想要赚钱也是蛮困难的。但如果成为了 YouTuber， 在头1个月赚到钱的人还是蛮多的。具体的原因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点击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进入那个网站以后，拉到最下面有一个免费的课程，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和我一样加入小船的课程，就可以用链接上我为大家争取的优惠价加入吧。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